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 Rust Desk。听上去这个 Rust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拿 Rust 这个语言来编写的远程桌面的一个服务，起源应该是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它的一个官网。这个远程桌面呢，就可以替代我们的向日葵啊这些啊，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私域，就更安全一点。公司可能做一个小范围的远程桌面，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样的一个意图。我们公司好像最后都是从向日葵那边强烈要求员工直接就用这个公司自己搭建的远程服务，应该也是用的这个 Rust Desk。你只需要在这边下载一个客户端就可以了。它客户端呢支持非常多，包括 Windows、Mac、Linux 等等主流的它都有，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下载 EXE， 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而且这个开源项目呢，有很多骗子也喜欢用，所以这边官方做了一个提醒。好的东西呢被坏人利用了，确实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这个是他们的 GitHub 的一个站点。我们可以主要看这边，60%-70%都是拿 Rust 来编写的。有一款 Rust 来编写的软件呢，是一款很有价值的开源项目。这个语言我之前讲过，它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啊，比方说内存管理等等一系列的效率层面上的都会有一定帮助。那 Windows 上就是一个 EXE， 你只要双击它这边是可以去设置白天黑夜的一个主题，你可以这边去设置一些语言，它其实是多国语言支持都是非常不错的。网络这块的话，我们需要搭建它私域的，所以你可以这样的去填写啊。当然现在是锁定的 IT 服务器和中继服务器的状态下去使用的啊，还有个 key。待会儿我们搭建好服务端，可以把内容填在这边。我们使用香港的莱卡云，这边是 CN2GIA 这样的一些服务，建议大家还是用大带宽且在国内访问比较迅速的云服务器。这两个条件都是蛮重要的，才能建立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远程中继桌面服务端。运行 Lion 的一键脚本，把这个复制一下。好，我们来到脚本的主菜单，我们选择11面板工具，这边我43加了一个服务端和一个中继端，这两个大家都要装一下。我们来安装一下，并行安装，对，这样就好了。好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 key 啊，把这个 key 记录一下，记到一个小本本上，还有这个 IP 也记录一下，端口不需要管。好，我们把这两个保存到记事本里。我们选择44，中继端再装一下。如果你是国内的大内网的话，你得要中继端帮你搞一下，去下载客户端。我们就来到这个网络这儿，你把刚才的这个 key 拿到，把这个 IP 复制进来，点击完成保存，复制一下。你在另外一台机器上也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导入就是刚才那台电脑上提取的那个长链接，粘贴到这台电脑上。然后直接就可以点这个导入，它就导入进来。应用好以后，我们回到首页，左下角显示就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在这台机器呢，直接输入刚才那台机器的设备码，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状态了。这边可以点开，可以展开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窗口，你可以选择适应这个窗口，有很多设置，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它这个我感觉比向日葵那些做的还要细，可以允许传输文件啊，这个就非常方便了。看，它是可以支持复制粘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它就是通过我们远端的这个云服务器作为中继，这两台机器连接在一起的。那比方说你有多台机器，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进行连接，而且它还支持控制安卓手机。之后呢，就会在这边形成一个小方块，你方便你以后再去使用，直接可以双击就可以去连接了。这样你可以全屏化。安全这块有一个使用密码，这个用你自己的密码啊，因为它是要密码登录的，默认它是一次性的6位数密码。我们为了长远以后一直可以去使用，直接用固定的就可以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Rust Desk 的远程桌面服务，如何去多端互相控制、多端互联，远程办公会更有优势一点，要比向日葵之类的这种远程工具可能要更安全一点。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